我今天请你们来，是想修补我在二位心中的形象啊。这是刚刚出炉的拙作，请二位笑纳。哎呀，可真是太好了啊！哎，等等，没完呢啊，没完呢。哦，我的字儿啊，它不能白写啊，它要收润笔的。嗨，仲甫兄啊，你的字是自成一体，比例雄健，千金难求。只要先生愿意给我们写，这个自然不在话下。好，那我也不多收，每幅字200大洋。放心，没问题。好，哎，别着急，还没说完呢。我呀要写，就不只写一幅，每月写一幅。二位意下如何？每月一幅？哎，对，不，这有点奇怪吧？哎呦，真是难得啊！每月一幅，哦，我跟仲甫老弟这么多年，手上连他一幅字都没有。啊，那是。怎么样？你们说不说？不说我说了。孟州兄、仲甫兄，你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是啊，每月一幅，每幅200，我们收了，收了。好，孟州兄，你合同。孟州兄啊，你刚才那个，哎呦，太假了。哥，后年也就算了，但子美她是个小姑娘，她能喜欢这玩意儿吗？我还想给她买洋娃娃呢，她哪有钱啊？快批吧。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啊，走，坐。哎呀，为了见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，路上多耽搁了几天。怎么样？上海的形势如何？反袁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，势不可挡。只是袁党的镇压手段也越来越凶残了。是，各地都死了好多人。不过我坚信他们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。话说回来啊，仲甫，你这办事效率历来的高啊，一下子就聚集了这么多同志啊。不是我办事效率高，是大家都急眼了，憋这么长时间都快疯了。这总算有机会，能不积极吗？是啊，那咱们开会啊，让我传达一下中山先生的指示。好。现在的形势啊，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。世界上，列强在欧洲打仗，顾不上我们中国；而在国内，袁世凯为了顺利称帝，加大了对反袁人士的镇压力度。可如此高压政策，反而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群众的支持。由此，中山先生和黄兴将军要求我们积极行动起来，秣马厉兵，一旦时机成熟，立刻举兵护国，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，再造一个崭新的共和。我代仲甫先生的授意下，以回乡办杂志为名啊，组织了一支队伍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。只要云南一起事，我乡人首先响应，搅他一个天翻地覆。干得漂亮！哎，我怎么觉得是仲甫在坐镇中军呢？真的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听说你有大手笔，跟我们说一说吧。我呀，
这个打架吵架的事儿做不了，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，写字儿。这2个月，我跟易白沙足不出户，办了一本杂志，叫《青年杂志》，本意是鼓吹新文化，宣传新思想，造就新青年，就是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，来替代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孔教三纲，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重塑一代新青年。这是创刊号的草样，各位先生指教。哎，钟普兄，这封面上怎么是个外国人？这谁啊？卡内基啊，钢铁大王兼慈善家，他是苏格兰人，11岁迫于生计移居美国，为了糊口，在纺织厂打过工，烧过锅炉，做过快递员，后来靠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，建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创建了与洛克菲勒和摩根并立的钢铁帝国，成了美国经济3大巨头之一。我之所以把卡内基作为我们创刊号的封面人物，就是想告诉那些还在吃苦受罪的中国孩子们，天下的路是留给天下的人走的，有志者事竟成。钟父，你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，我双手赞成。可若是你全盘否定孔子、儒学，我不赞成。金元兄，不是全盘，你听我慢慢的、细细的跟你说，好吧？来。有人说，你陈独秀创办杂志，是为了唤醒国人政治的和伦理的觉悟。那么这个觉悟究竟是什么？大家知道，道光年林则徐禁了鸦片，英国人就打进了中国，人家船坚炮利，我们一败涂地。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，这是第一道觉悟。知道自己技不如人，要向人家学习。后来，有人也进一步认识到，我们不光技不如人，最重要的是国不如人。洋人有比我们先进的制度，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、晚清新政，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建立了共和。这是第2道觉悟。可是建立了民国又怎么样呢？洋人照样欺负我们，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不光是我们技不如人、制度不如人，最根本的是我们思想、道德、理念不如人家先进。所以我说，所有觉悟，归根结底就是思想的觉悟、道德理念的觉悟。这最后的觉悟，说到底，人的觉悟，这最后的觉悟就是要换脑子。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，来武装我们的人民，来塑造新一代青年，来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。当代中国的新青年，我以为应该有6个标准：一，自主的而非奴隶的；2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；3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；4，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；5，实力的而非虚文的；第6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6条标准，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。要造就一代新青年，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。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、法律、伦理、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。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，哪怕是祖宗之遗留、圣贤之垂教、社会之崇尚，皆不值得欣赏。科学和民主是朝阳，而现如今国家却是一个被捂得严严实实的、发着霉
烂着窗、流着脓的老房子，怎么样才能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亮房子呢？过去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推倒老房子，可是你推倒了这房子，那霉、那疮、那脓还依然藏在里面，长出来的还依然是腐朽的脏东西。所以，中国要强大，我们不仅要推掉那所房子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挖掉其腐朽的根源，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，用科学与民主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青年。怎么武装？大家都在探索。我的意见是，先让我们从入心入脑的日常生活做起，先从我们说话写字做起，提倡白话文，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话，写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。我们要用新文学的力量来启蒙大众的思想。1915年9月15日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》杂志，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。我说这个陈独秀啊，还真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主。刚回国几个月就办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哎。现在虽然是深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从他这本《青年》杂志上闻到了一股春天的味道。哎呀，陈独秀不简单呐，终于出手了，而且一出手就是个惊天大炸雷。我现在算是终于明白他这个自决心是什么意思了。哎，首长兄啊，2个月前你还整天嚷嚷着要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自决心，这一转眼怎么你就成了他的死党了，对不对？岛上刚2月，中原已千年啊！哎，想当初他说不能把爱国和爱那个腐朽政府相提并论的时候，那多少人骂声一片。可是现在呢，岛原已经成为了全中国的共识。哎，在这一点上，你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还是眼光独到的。对，太够了吗？你齁死我！约翰，唤醒民众的思想觉悟，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儿。这个书我念不下去了。这是他给我的来信，希望咱们中国问题研究会踊跃给《青年》杂志投稿。
征有启事，28话生者，长沙布衣学子也。但有能耐艰苦劳顿，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，修远求索，上下而欲逆同道者，皆吾之所求也。故曰：愿英明以求友，敢不降伯之乎？新鲜的，这征友也贴告示，咱们是为这个28话生招亲娶媳妇吗？杨先生，哎，哟，杨柿子，来，尝尝。哎，好嘞，你也来一个。哎，这同学，你误会了，他呀，是想找一个能够同心协力报效国家的正友。气势不小，你们这里倒有点桃园结义的意思啊。这28话生是哪一位呀？妈，28话生是毛泽东，润之啊。润之啊，这伢子厉害喽。打扰一下，请问你们谁是28话生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来应征会友的，我叫蔡和森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萧子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手上都是油墨。陈昌，陈昌，你好。这位是何书恒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28话生是？他一会儿就回来。先吃饭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我淘到宝贝了！哎，我淘到宝贝了！哎，28话生回来了。妈妈，您辛苦了。润之啊，你这唱的哪出啊？纳于大陆，藏之名山。哎，对呀，书经曰：纳于大陆，烈风雷雨伏靡。28话生，我相信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润之，新朋友。匡父属何人？君为知音者。这位新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尊字不敢当，不敢当呀。我叫李立三，湖南醴陵人。我是28话生毛泽东。你好，你好。请坐，先看看我的宝贝。好嘞。什么宝贝呀？哎，来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挪一下，挪一下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来，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宝贝。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，一人一本。今天我们这个征友会，别的不谈，就谈这个。来，看看，你先看看这个，看看，这真是宝贝啊！诸位，陈独秀先生主编的青年杂志，杨昌济先生曾多次给我们推荐过，说是找到了救国的药方。这润环说的对，这个就是救命的药。我刚才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创刊词，看到这个敬告青年，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，醍醐灌顶，醍醐灌顶。润之啊，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杂志，你这个月吃什么呀？哎，吾有此书足矣。润之啊，你就安心读你的书，要是真饿肚子了，就到葛妈妈这儿来，保准啊让你吃个饱。来，好，哎，我还真饿了。哎，你还真提醒我了，葛妈妈，记得辣子多来一点啊，要辣得很的那种。够你吃的。谢谢您啊。各位，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。咱们不是一直在说要再造新民吗？那何为新青年呢？陈仲甫先生就在这里谈到了6条标准。自主的，而非奴隶的；进步的，而非保守的；进取的，而非退隐的；世界的，而非锁国的；实力的，而非虚文的；科学的，而非想象的。说得太好了，仲甫先生提出的这6条啊，正是我辈今后努力的方向。对呀，这6条标准虽好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全面。哎，此话怎讲啊？我觉得呀，至少再加上1条，健壮的而非体弱的。
面其思想，野蛮其体魄，心力体力合二为一，世上事未有不成。各位，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投稿《青年》杂志，好好的谈一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。好。和许多苦苦追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子一样，毛泽东被《新青年》打开了眼界。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。这期间，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：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。各位同学，我看了这本新出刊的《青年》杂志，一下子被陈独秀先生写的创刊词《敬告青年》所吸引住。它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的心智，让我感到我以前的所思、所学、所行，实在是一无所取。所以，我打算更换一下我老读的文章，读一读这篇《敬告青年》，同大家一同分享我心中的快活。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，修为浅化之民意，则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是不知科学，故习阴阳家福瑞五行之说，或是污名；农不知科学，故无择种去虫之术；工不知科学，故祸弃于地，养己于一国；商不知科学，故为时枉取尽力。未来之胜算，无容细见。一不知科学，既不解人身之构造，宇宙间之势理无穷，科学领土内之高于待辟者，政自广阔，青年免乎哉？出了小路考起来，青年杂志已出版，中国人为多么难？陈独秀2张也放来公开。德先生、赛先生已经跑到中国来，钢铁狼王卡耐基啊，文山王基啊，他原来是一个打工的小男孩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吧，《青年》杂志，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。看卡内基如何圆了美国梦，从打工者到钢铁大王。来，您看一个，您看一下《青年》杂志，您看一下《青年》杂志。哎，《青年》杂志，《青年》杂志，最新一期的《青年》杂志，你看一下。一起的是吧？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《青年》杂志，《青年》杂志。我的这位小乡党啊，名字叫胡适，这孩子19岁啊，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。先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农学，后来改读文学学院，今年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，同那个著名的教授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。也可以说这孩子文史哲是样样精通。这不，看了咱们的《青年》杂志，很激动，就写了这封信来。他想写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，所以我就征求一下你们意见。文学革命这个题目太好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的学生，能够对我陈独秀办杂志的心思看得这么透彻，奇才啊，知音啊，仲甫，国雅子期啊，过了，仲甫，一个后生的来信，你至于那么激动吗？太夸张了吧你！半点都不夸张，思想启蒙不能空谈，要从具体做起。要着眼大众生活，文学革命厨艺，这篇文章要是写好了，那就是一颗炸弹。白沙，后生可畏啊！这个胡适对我们的《青年》杂志太重要了，一定要抓住他。仲甫啊，哎呀，这个时代还有能入你陈独秀法眼的奇才，这可真不容易啊。不过你也别想得太好了，人家是美国的博士留学生，还是杜威教授的门徒。那是你说抓住就能抓住的。
人家身在美国，那能不能回来都是个问题。哎，不，这个我敢打保票，他学成之后肯定回国，何以见得呀？这个胡适啊，他是个孝子，他在出国留学之前，他母亲呢就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。这个他母亲抱孙子心切呀，就3天2头的给胡适写信，说学成以后先回来完婚，他不敢违抗母命。这个人真是太好了，啊，想法太好了。什么？抓住他，他一回来就抓住他。徐曼，来，我来。怎么咳这么厉害啊？啊，吃药了吗？哎呀，吃了不管用啊！吃了不管用，你的药得坚持吃，不坚持吃怎么管用啊？我都吃光了，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嘛。吃光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干活了，去进屋歇着去。哎呀，你让我在这坐会儿，我透透气。那你等着，我拿钱买药去。哎呀，你不用去了，抽屉里早没钱了。上个月你给我的钱都用光了，我这就是老病根了，忍忍就过去了，没事儿，我死不了。高进曼，别干活了，那柴火你不劈也死不了人，屋里歇着去。等着我。柴火不劈死不了人，那柴火不劈还锅都开不了呢。哟，宋总啊，这都。这10块的，我怎么没印象了？这些事儿啊，你就不用考虑了啊，这是我管的事儿。你呢，大思想家，就尽管的放光芒吧。宋总啊，你说这袁世凯哈，就是铁了心了要当这个皇帝，是天怒人怨。这当局呢，现在也没那个时间顾得上革命党人了。这个时局一宽松，这商机他就来了。我想趁势而上，出去招股。你这个大名人，熟人多，多拉几个有钱人来入股，咱们这个杂志没准它就盘活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负责找人，我出面，只要能把杂志办好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方伯伯，方伯伯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爸，
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今天下雨没法出工。哦，孟总，这个延年强年在这儿做编务，是不是也应该有工资啊？我给他们，延年不要，说这工资呢，就抵了在我这的住宿费了。我正想跟你说这俩孩子的事儿，这白天在搬运站打工，晚上回来到我这当编务，还要学习法语。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太累了？就是说，现在他们哥俩生活费用都是靠那个搬运站的那点工钱。是啊，我还听说他们在搬运站啊，这打工的时间延长了。我悄悄地问那个乔年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呢，是为了学习法语攒学费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孩子，你说现在他正长身体的时候，这样的话，他不把身体累垮了吗？你说怎么办？你说，哎，他们俩的那个编务费不要，你应该给我呀。我是他老子，应该我收着也正常的。什么呀？这是一码归一码啊！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延年把这工资就充了在这的住宿费了。你还说你儿子跟你很像，一点都不像。他呢，给钱不要，你这还跟我没完没了的。这是50块大洋，这100块大洋，这20。爸，你给我这么多干？你听我说，这钱啊，是我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赶紧。周光，周武，你都给了？哎，孟总，你说刚才说什么？我借了3次钱，2次4块，1次10块，那什么时候事啊？我怎么一点没印象？你给我看看账。你别跟我说这些了啊！我再支给你点。不是再支给我点，看看账，我怎么就没？站住！哎，裴将军，这个钱是给你们哥俩交学费的，我有错吗？不需要。你今天给我说清楚，你最反对我的是什么？你这个人太贪心，既想要家，又想爱国。我既想要家，又想爱国，这两者有矛盾吗？有矛盾。若要爱国，则必舍家，否则你只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你真的觉得你坚持的有价值吗？至少目前是。好，那你坚持吧。你走。年年啊，年年，祝福，哎，祝福。老想谈，一谈就崩。市长，你看到学校门口的告示了吗？学校以长期欠息为名，把你给除名了。看见了，意料中的事。本来纠结了好几个月，现在好了，有结果了，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搞革命了。守察兄，都是我把你给害了。当初我真不应该非要拉你来当这个民意杂志的主编。你本来在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当编辑主任，已经都非常忙了呀。不关你的事儿啊，是我自己喜欢编杂志。现在袁世凯当了皇帝，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我根本静不下心来读书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先全心全意地把《民仪》杂志创刊号编好，让它成为海外讨袁的号角，然后我就回国。
烤烤火。哎呀，知道我回来了，你们还来看看我，好。哎呀，反观你们的父亲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欢迎我回国呢，还是怕我抢了他的彩头，跟我耍大牌。你说都这么久了，他也不来看看我，真是连孩子都不如啊！哎，陈独秀忙什么呢？啊，青年杂志跟人家重名了，让人家告了侵犯名誉权，给停刊了，他就一直忙着打官司呢。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，敢跟启蒙大师陈独秀打官司？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他了啊！哎，你们怎么样？生活的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我们不怕辛苦，我俩一直在清宫剑学，过得很充实。好，好啊，我没看错你们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趟回国，一是相助岛原护国，二是启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。你们不是要去法国吗？我来考考你们，当今西方最流行的理论是什么？达尔文的进化论。哎呦，不简单呐！谁告诉你的？我也是偷听到的。湘晚同志开会，陈独秀给大家讲了1上午的进化论，说物竞天择是万古不变的真理，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陈独秀这是坐井观天，他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其实，当今最流行的理论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。来，这是我特意从法国给你们带回来的一些资料，你们好好看看啊！我保证，随着你们对他越来越了解，你们一定会深深爱上他的。看看，看看。1916年3月，在海内外一片声讨声中，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一场丑态百出的复辟帝制的闹剧夭折。自辛亥革命以来，由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脱离中国国情，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，四处碰壁，屡战屡败，处境艰难。代表中国封建势力的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，被唾弃而死后，流亡海外的革命者纷纷回国。李大钊应邀赴北京，担任《陈忠报》主编。此时，经过岛原运动的洗礼，初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李大钊，已经成为了充满新思想的革命家。兄弟啊，家在哪儿住啊？永定门外，借命一个。这话怎么说？拉车的、抓把式的、剃头的、杀猪的、开棺材的，都住咱们那边。那你们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啊？没法过呀，都苦到顶了。按老魏的话说啊，就没过过这么憋屈的日子。嗯